在流行文化中，许多内向的人都因他们的内向而被接受和赞美。然而，内向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一直都有如此经历，有点像《美女与野兽》的开场场景，整个村子的人都在拿美女开玩笑。内向可以被视为问题或社会障碍，而不是令人厌烦的属性。在似乎更喜欢外向者的社会中，做一个内向的人可能是个挑战。性格外向的人因说话温和且深思熟虑更受欢迎。学校和单位都是为迎合外向者而设计的，内向的人常常被迫表现得像个外向的人。但是什么让这两种类型如此不同呢？许多人介于两者之间。那么，我们假设这些特征取决于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但这些特征与一个人对社会刺激的反应有关。想象力研究所的斯科特·巴里·考夫曼解释了外向的人和内向的人大脑多巴胺在奖励系统中的不同之处。多巴胺是一种负责奖励行为的神经递质，并鼓励我们再次重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对一个人养成的习惯负责。但谈到内向者和外向者，似乎就离题了。外向者的大脑会受到社会刺激或奖励的激励，比如食物和社会地位。当一个人面对这些奖励或对奖励的期望时，外向者的大脑会经历更多的神经活动，这种活动令人愉快，并能激励外向的人接受更多社会刺激。对于内向的人来说，经历就不同了。内向者的大脑更容易受到多巴胺增加的影响，也更容易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什么内向的人在有太多刺激的社会环境中会失利。内向的人不能在健康剂量的多巴胺下茁壮成长，他们更喜欢乙酰胆碱。乙酰胆碱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种缓慢释放的神经递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在家里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而不是去参加聚会的主要原因。一种理论提出，相对于多巴胺受体，内向的人可能有更多的乙酰胆碱受体。抛开神经上的差异，内向者和外向者都不能说更好，也不存在像以前那样纯粹的内向者或外向者，我们都属于某个谱系。有些人只是碰巧更倾向于任何一边，很少有人正好落在中间。但为什么我们要做出选择呢？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灌输内向不好的观念。我周围的人经常把我的安静误解为害羞，我会经常害怕家长会，因为他们总是说他是个好学生，但他需要更多分享，好像我安静的性格有问题。老师和成年人鼓励我更加自信和外向。我知道我不需要表现得很自信，但我还是尽力听从他们的要求。我在课堂上更多发言，参与了更多活动，就像过去那些过度社交的人。事实上，我很累，我并不是想社交，我宁愿待在家里看书，也不愿出去。我忽视了自己的直觉，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限制了自己的力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内向著称，他曾经说过，安静生活的单调和孤独会激发创造性思维。2016年的研究显示了乙酰胆碱在学习和编码新记忆和信息中的相关性，所以当一个内向的人在一个安静和平静的环境中时，就是他们会竭尽全力深刻思考的时候。西方社会更喜欢外向的人，因此我们认为说话最大声的人有最好的想法。正是由于这种偏见，内向的人在领导职位上被忽视了。但世界上许多受人尊敬的领导人都是内向的人，比如林肯、罗莎、帕克斯、圣雄甘地、牛顿、罗斯福和达尔文。所以通常知道答案的是房间里说话温柔的人。因此内向的人会成为非凡的领导者。定义内向者的特质，诸如善于倾听而不是事无巨细，都让内向的人成为优秀的领导者。他们给他们的小伙伴自由空间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找到他们独特的解决方案。内向的人也可能充满激情，他们只是表现不同而已。虽然外向的人可能更直言不讳，但当事情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时候，内向的人通常会带头。不幸的是，内向的人会被迫屈服于社会压力。我们社会中的一切，从必须参与的网络会议到强制性的小组项目，都对内向者不利。但是这个世界需要内向的人，就像需要外向的人一样。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鼓励和倾听内向的人，因为他们的想法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如何将内向的性格融入社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